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在上个影片讲了960与2377的 KVK 中的一些数据，那今天来说一下王国的表现，王国的整体数据到底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国数据。那有不少的玩家一直在问，到底是1093还是960拿最终奖励？那如果是根据数据来看的话，960的数据确实是比起1093还要更好的，不管是击杀、阵亡还是治疗。那如果是以数据来看的话，960获得最终奖励的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但是960由始至终的目标，也就是敌人呢，只有2377而已。虽然偶尔1606跟2975有过来帮忙2377，在黄庭的时候1365有短暂的过来打960，但也只是很短的一段时间了，不像93那样子。像一开始93就跟1365战斗，但是你们也看到数据了，1365真的是太废了所以在关卡5开放的时候，1606跟2975就过来与1093战斗。虽然1093没有什么机会碰到2377，但是他面对两个阵营，所以就会有不少的玩家觉得说，哇，960你只是要面对一个2377而已，但是93他必须要面对两个阵营，这样子不公平啊，奖励应该要给93才对。但是你们可以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呢，2377的数据就等于1365加上1606和2975的数据，甚至2377的数据还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像我们先说击杀嘛，2377的击杀总共有7297亿，365的3654亿，然后1606、2975的3407亿，这两个阵营的击杀加起来7000亿，还是2377更多一点。不过阵亡方面确实1365和1606的阵亡会比较多，但是治疗方面2377还是比较多。那我们根据数据换算下来呢，可以当做2377就等于1365加上1606、2975了。当然这点就看大家怎样去衡量啊，因为我本身有账号在960，所以大家会觉得说我一定是在帮960讲话，所以这个你们就自己斟酌吧。因为1606跟2975的数据呢，也不完全是去和93战斗获得的，因为他们在我们关卡5的途中也是过来打960，所以有一些击杀数据呢是由960那边打出来的。不过最终奖励到底要给谁呢？我觉得是960他们之间的事情啊，要给93，要给 G3 还是给960，这个他们自己解决。那看了这个数据，我觉得大家最想要吐槽的就是1365因为1365是从关卡4开始就已经遇到1093了，照理来说它的数据应该要跟1093接近才对，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个1365的数据是比起93还要逊色很多，但是1365的阵亡居然是比起93还要更多的。这边我猜测就是93其实没有猛烈的去进攻啊，所以他们阵亡的部队会比较少，毕竟大多数93的玩家战力都不算高，那可能365有尝试去进攻，所以他们的战力才损失这么多，我猜测而已啊，因为我自己也在战斗，我没有去注意看他们那边发生什么事情。到了关卡5甚至是黄庭，1365也在持续的战斗，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数据呢，其实是跟1606、2975差不多的。但是你们要知道1606跟2975他们是关卡5之后才加入战斗，然后到黄庭为止，但是黄庭也就只有大概1天半的时间而已，但他们的数据都已经要跟1365接近了。虽然1365的击杀是比起1606还有2975多一点点，但是你们看阵亡跟治疗还是1606、2975比较多。那数据最低的就是三王国阵营，这个也不能怪他们了，像我之前就有讲过，他们每一次要交战的时候领土都不是特别好，而且他们本身的阵营数据也是在这张地图里面最低的，所以也不能要求这么多啦，他们已经尽力了。而且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没有想到三王国阵营他们的阵亡数据居然是比起1093还要更多的1093的数据算是这里的王国里面排行第3的吧，但是他们的阵亡居然是最低的。不过这边的数据全部都是各阵营的数据啦，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结盟的数据到底怎么样。那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算起来的总数，其实960那一边的击杀会比较多，但是治疗与阵亡会比较少。如果换算下来，也就等于说其实960方他们大多数的战报还是比较赚了，然后2377那一边的阵营多数的战报都是比较亏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这边的数据啊，如果是计算960阵营的治疗与阵亡两个加起来都比击杀还要更低，就表示说其实他们都不是特别亏。相反的，我们看2377阵营，你们可以从这边数据看到治疗都已经是比起击杀还要更多了，更何况如果再加上阵亡的话，就会超出击杀很多。这也就意味着蓝方的资源加速消耗是比起红队还要更多。
所以以整体表现来看的话，红队的表现还算是比较好一点了。而且在这个数据上，你们应该可以发现到一个共同点，就是2377跟960这两个王国的数据呢，等于他们的盟友的总体数据加起来，甚至还要更多。就比方说960总共的击杀有400亿，但是1093跟370王国的击杀加起来都比960还要更少一点。不过阵亡跟治疗确实是比起960还要更多的。2377也是同样的情况。再来就是这里的数据呢，我去翻查过我以往的记录，是真的有史以来数据最高的一场 KVK。 那各位还记得在去年有发生过国服的顶上战争吗？我们拿国服的数据来做比较，左上角是国际服的数据，右下角是国服的数据。那你们可以看到其实阵亡方面两边是接近的，但是击杀跟治疗国际服是已经超越了国服顶上战争的2倍。这个就有点离谱了，因为我之前看国服的顶上战争的时候，哇，也是看得很刺激，很多人。那我原本还想着说，国服的顶上战争居然人这么多的话，那总体数据加起来应该是比起国际服还有更多，没有想到国际服是多出国服2倍。那我觉得有多方面影响啊，首先就是地图的选择，因为我们这一次战斗的地图是奥尔良之围，只要关卡4开放之后就一直战斗到黄庭为止。至于国服选择的地图就是不列颠之王，那个地图会比较少战斗，应该是说关卡4战斗之后会进入安全区打温泉，然后直到关气才有战斗，黄庭才有战斗。再加上国服他们是有深夜模式的，不像国际服这样子，不管是日夜都是一直持续在战斗，所以数据比较低一点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不得不佩服国服的阵亡是真的有点夸张。但如果是说这2场战役哪一个观赏性最好呢？我是觉得国服的观赏性会比较好，因为国际服的画面大多数看到的就是一直不断的放置更多的要塞，更多的旗帜，甚至到黄庭只是战斗1天而已，原本还想着说会大乱斗，可能持续战斗到圣城开放为止，但是没有。相反的，国服的战争呢，虽然它的数据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关卡4开放的时候那个人数有多么夸张，甚至到了黄庭之后，哇，你们看这个人数，而且还有去争夺圣城的部分。所以以观赏性来说的话，我会更喜欢看国服的顶上战争，但是如果是以数据之类的话，那肯定是国际服的会比较高一点。最后要补充的就是玩家个人的击杀数据，我在上一个影片中忘记说了，那其实在国际服有一个单赛季击杀最多的玩家记录保持，国服最高数据保留应该是 Kingsley 的账号，他在一个赛季里面击杀了 6.5 亿的部队。那么在国际服数据最高保留其实是 Peacemaker 原本的账号，不过他现在已经换了号主，在一个赛季里面总共击杀了 7.2 亿的部队。但是在这一场960与2377的 KVK 中，是已经有3位玩家超越了他的数据， BT Cyborg 跟 Prodigal 的数据都已经超越了10亿击杀，然后 Hydem 的击杀是已经有 8.2 亿了。那其实 Mr. Hope 也是蛮接近的，他是 7.1 亿，差一点点就要超越了最高纪录，但还是觉得很离谱，一场 KVK 直接3个玩家超越了最高纪录。以上就是这一场 KVK 的王国数据，还有跟国服的相差比。所以各位在看了今天的影片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